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两指不碰头，夫妻难白头，一辈子注定多婚的手相之人。双重婚姻线，也就是指手掌中有两条平行的婚姻线。那么这种婚姻线代表着其人一生两次婚姻，而是说明自己的运势很容易受到婚姻的影响。所以一般来说，在结婚之后就可以迎来财运的转变，但需要注意避免因为过于关注事业和财运而忽略了夫妻之间的情感交流。你的事业财运方面只能说是一般，事业上要在婚后才能有一些发展空间，整体的财运也需要到中晚年。身体上要注意呼吸系统方面，此手相一旦遇到挫折，都比较容易急躁，心态的调整对你来说也很重要。感情婚姻方面，你会晚婚，经历的恋爱次数不会多，正缘会晚一点，27岁左右会遇到你的正缘。第二，6个富翁的手相特征，占3个的人至少小康。1. 手掌柔软有肉。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柔软有肉，几乎看不到青筋和血管暴露，这种人大多属于先天有福之人。为人聪明能干，头脑清晰灵活，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得比较出色，在事业上容易成功。财运极好，尤其是偏财运，非常的有投资方面的眼光和天赋。2. 有贵人线。所谓的贵人线又叫做生命辅助线，指的是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清晰的弧线纹，此纹长得较为清晰显眼的人，大多贵人运非常好，在事业和生活中经常容易得到贵人的帮衬，特别是每次遇到困难，总有贵人助其渡过难关。3. 小手指长而不歪斜。小指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交与表达能力，它标准的长度是到无名指的第2指节，小指过长的人多半善于辞令，应变力强，这种指型最常出现在一些政治家的手上。而小指短的人较不善于表达，话说的少，事做得多，为人亲切富同情心，属于心地好的人。小指越长，说明你更有才华和财富运，处事作风也会更加圆满。拥有一个直长的小指是非常幸运的，但是小指长度接近无名指的长度，则表示特别喜欢出风头，过犹不及。4. 财运线六绣纹清晰。六绣纹在西洋手相又称成功线、太阳线，中国手相学中称为偏财纹、禄合纹、异禄纹。此纹主要为出现在无名指下肢掌上直纹，小指下肢直纹亦称六绣纹，而西洋手相称之为水星线。一般所谈的仍是以无名指下肢六绣纹为主，此线代表意义良多，如贵人运、智慧强、有偏财运、异性桃花、第六感之灵感强、有名声、事业上之幸运，还有健康运等，更属于老年运佳，给人生有完满的结局。六绣纹的出现均代表吉兆，如果无名指下肢六绣纹很长又清晰、明显、秀气，中国手相又称为禄马纹。凡有此纹者皆主富贵，天下一品。即使玉柱纹不算太好，也能一生平顺享福。5. 手掌有财库。手掌中的财库指的是手掌心的纹路交叉成三角形或方形的闭口，掌中财库较为明显的人一般财运极好，属于天生的富贵命格，挣钱也比较的容易和轻松，不用太辛苦，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而且这种人一般不喜欢受人管束，不喜欢替别人打工，喜欢自己创业，凭借着自己的才能，往往能够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收益不菲，日子也是越过越富。6. 掌心藏水。你可做个试验，
先把手伸直伸平，就是放在水平位置上，然后把杯子中的水倒在手掌中央，1分钟后观察留在手掌中央的水，看看有多少。水的多少代表你的财富多少。所谓的掌心藏水，指的是手掌平摊开，掌心部位凹陷下去，倒一些水放在手心也不会溢出来。这种人善于理财，也比较的喜欢存钱，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和财富，属于典型的发财手。第3，面向12宫福禄节，第1宫命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印堂，看名字便知，它是决定我们命运的最重要部位。它的位置在双眉之间，山根之上，它是吉凶气色的聚合处。好的印堂应是光明如镜，平平坦坦的，这样的人生会大多顺遂，波折较少。而假如是下限不平坦的，眉头紧蹙，显得很狭窄的，有皱纹的，或是有疤痕的，这些都会影响命运的起伏，让运势多波折。第2宫官禄宫，顾名思义，官禄宫就是管我们升官发财的事业运的。它的位置在印堂之上，前额的正中间，经常有不知道的人把这位置跟印堂弄混的。同样的，这里长相上要求要丰隆平满，光润开阔，颜色上明黄发亮者最是好相。其他额头短小不平有皱纹颜色不好者都会影响运势。第3宫福德宫在前额左右眉毛的上方，专业上称为天仓，它管的是人的福气。如果前额的天庭和下巴的地廓相对，又同样都丰满无缺的话，这人必然是五福具备，长寿健康，生活康宁的，将来还能寿终正寝，死得安详，是属于福气的长相。第4宫兄弟宫，兄弟宫指的是眉毛的位置，古时用来看兄弟间的关系等，比如二眉离得太近，杂乱相交者大多兄弟越强，手足相残。而现代人大多是独生子女，不用考虑这点，但可以引申开为看平辈间的关系及感情。眉头上方为交友部位，不宜有不好的纹路及疤痕。第5宫财帛宫，财帛宫指的是鼻子，女的也叫夫宫，代表的是财富与事业的位置，所以我们才经常说男鼻看财，女鼻看夫运，就是如此。好的鼻相应是高隆丰厚，准透圆鼻一丰而鼻梁挺直的，这类人往往也事业有成，财富丰裕。其他的诸如歪斜弯掉、肩脖侧反露、骨露孔等等类型的鼻子都是不好的类型，颜色上若布满红丝或气色清暗，属于有疾病或要破财的征兆。鼻头若现红赤之色，专业上说是叫火伤中堂，这是大祸临头的警报，切要小心，不可妄动，以消灾破难。第6宫田宅宫，顾名思义，田为田地，宅为房屋，它管的是我们的固定资产。它的位置在眉眼之间的上眼睑，与额头相似。田宅宫长相上也要求以宽广丰盈为佳，不仅有利于置产，还影响人缘。那些塌陷窄薄的相，大多性情急躁，人缘不好，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事业的发展。第7宫妻妾宫，也叫做夫妻宫，位置在眼睛的尾部尖门的部位。同别的部位一样，这里也要求平满丰隆为好。如果妻妾宫有缺点，比如有疤长痣、有皱纹，或是太阳穴下陷等，婚姻中都会有问题，例如外遇等。第8宫儿女宫，顾名思义，儿女宫看的是儿女的信息，位置上在下眼睑内堂位，此处也要求要丰厚，不宜空陷。在医学上，这个部位与小脑的关系也很密切，如果有缺陷或有遏制斜纹之类的，都会影响到小脑，从而影响性欲，对将来孩子的成长、健康、个性方面有不利影响。第9宫迁移宫，以上说的是一些相对比较重要的宫位，下面这几个是影响相对次要的部位，但是实际看时，其影响也不能小看忽略，应该都要考虑进去。
迁移宫的位置在前额左右眉尾上方的靠住发的部位，管的是人的移动方面信息，像交通、乔迁、旅游、调动、出国等。第10宫极恶宫位置上在我们的双眼中间山根部位，管的是我们的健康以及祖产根基等方面。长相上要求丰满润泽，气色良好，如有断裂塌陷痣疤破败等，都是很不好的兆头。第11宫父母宫，也即是前额天仓左右的日月角，长相上要求高圆明净，气色良好，微微隆起无偏斜。这类面相一般遗传良好，家庭不错，父母教育成功，出人头地相对较早，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走吃很多苦，对人早期的成长及事业等会有好的帮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头角峥嵘。第12宫奴仆宫，过去有奴仆，现在新社会则可以广泛到下属、同僚、晚辈等，长相上也要求以下颗圆润丰满为佳。此部位如果肩线偏斜窄削等，一般人际关系不是很好，身边周围之人不是很拥戴，所以特别要注意弥补下孩子的教育及与他人的相处问题，以免晚景寂寞。以上是从五官脸上的部分来看面相，只能作为一部分的参考。实际上，面相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过程，它不仅要看五官脸型等，还要看肤色，也就是人的气色，还要看身体，还要根据人的整体形象进行五行划分，看面相与体型是否整体搭配等，最终还要看一个人的言行，这是后天的影响，非常之重要。如此才是一套完整的看面相方法。当然，这些是要更高层次的知识了，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说吧。谁不梦想着一夜暴富，彻底改变生活呢？如果你心中有这个梦想，那么就让我们一同揭开天降横财、一夜暴富的手相面纱，以及偏财运极旺的3大手相秘密，跟我一起探索吧。第一，天降横财、一夜暴富的手相一，拇指状似汤匙揽财仙女之手，在这手相中，大拇指指节纵横纹如潮水般涌动，指头如同握住一把仙女法宝的汤匙。这可不仅仅是巧合，财神爷似乎对这位幸运儿眷顾有加，机会降临时，要像明智的决策者一样，把握住每个可能的机会，切记不要为了一时冲动而孤注一掷，事情都需要有度。2. 星形纹，梦幻之财富之手，这神秘的星形纹出现在太阳丘或木星丘，是财运的亲密伙伴。随着这星辰之纹的显现，机会和幸运将降临，带来不可思议的财富。然而，要留意这些星形纹的变化，有时它们如梦幻一般出现，却又会在转瞬间消失。把握机会，关键在于提前的准备和对机运的把握。3. 智慧线分叉，商业智谋之手，智慧线的分叉并非不祥之兆，尤其是当分叉之线延伸至太阳丘的位置，这表示其人审辩敏锐，精打细算，具备经营商业和处理事务的卓越，才能命中横财运的好运势，更是不可忽视的加分项。在商海中如鱼得水，财富将水到渠成。4. 手掌多肉且偏圆，饱满之财富。手相，手指短小，手型呈现出圆润的特征，手背丰满，寓意着财运丰盈。这样的手相预示着不同寻常的财富机会，中奖的几率极高，可以适度参与一些投机活动。然而，切记要注意掌握尺寸，不可过度冒险。生活中处处有财富等着你去发现。第2，偏财运极旺的3种手相一，财运线，繁多金钱无者之手。财运线如同手掌上的财富音符，越多意味着财运越旺。这手相的人拥有经济头脑，情商高超，是发现商机的行家。他们命中偏财，仿佛是轻而易举的在无意间获得意外的收益。对于他们来说，赚钱似乎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本能。2. 食指根部木星丘发达，创富奇才之手。食指根部的木星丘如同一颗灵性的明星，
若发达且与中指之间有缝隙，这个手相意味着其主人的偏财运势格外旺盛。这类人头脑聪明，为事勤勉，勇攀事业巅峰。通过创业，他们为自己带来源源不断的金钱与财富。商业敏感度极高，能够敏锐捕捉到周围商机。对金钱的渴望更是强烈无比。在平时，他们不仅会努力经营本职工作，更会充分发挥个人优势和特长，经营多个适合自己的副业。这类人中年时基本上已成功跻身富人行列，其财富如潮水般汹涌而至，多得数不尽。3、无名指下的十字纹。异性缘与财运齐飞，十字纹这短线相互交叉而成的手相，如同命运的密码。而若它出现在无名指下方，预示着命主在异性缘上非常幸运。这并非寻常的异性缘，而是好的异性缘。在异性的帮助下，他们常常会迎来丰厚的财运，就像是命中注定会有意外之财砸在自己的身上一样。这是一双吉祥之手，其主人幸运的同时，也拥有着财运的双重加持。当然了，如果你在上述的手相中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手相，也千万不要气馁，因为以下这几种注定厚积薄发的手相，先苦后甜，后运福气十足，才真正属于你。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看吧。一、天文明显冲克财宫，主初期财运不稳定，也就是初期的工作事业不够稳定。27、8前多波折阻碍，主纹路身长清晰，有力能力强，素质高力，做事业。30左右的运了，事业还是不错的，掌心凹聚财，说明后期家庭财运旺的纹尾部分差，后期的家庭负担大，情陷无伤意的真缘。2、手相中要求饱满丰隆，女人的手相轮廓配合很重要。事业线清晰，青云直上，代表一生事业没有大的阻碍，能够步步高升。手相中如带有元宝纹，那一生的财富会更加大，结婚后能够旺起家运。3、女人手相要求巽宫饱满红润，高凸则福禄永久。所谓的巽宫，就是在5根手指底部位置有肉隆起，形成凸状。这种手相的女人10之8九都是福气颇多，一生容易得贵人相帮，结婚后更加会有旺夫运。自身八字财运未到时比较差，等好运来时会一飞冲天的好手相。4、标准的土行长，土人厚重有成，踏实稳重不鲁莽，但是土人厚重有余灵活性不够，悟性稍弱，也比较固执倔强，凡事出成就慢，穿文丽外出闯荡发展，出去闯闯磨砺自己，更利事业有成，利西方北方发展。人文那里有类似岛纹的纹路，说明出运不利，初期的学业事业都有影响。27、8前发展的不够理想，穿纹不利，情缘无。女人手相右手出现夫子颜，也是福气多的象征。结婚后可相夫教子，感情线与智慧线相交出现十字纹路，代表一生运气不差，可以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取财运，但比较操心，很多事情会亲力亲为。6、事业线开始处不明显，早年运气比较多起伏，30岁之前钱财难聚，行至明堂处就清晰起来，也说明35岁开始事业财运会非常稳定。7、感情线比较深不乱，说明你是个感情专一认真的人。冲天柱能跟智慧和感情交叉，说明有骨气有上进心。生命线比较深，说明身体方面还不错。由于智慧线跟生命线刚开始有交点，就是说你童年运气不那么好，中年开始交好运。由于感线深又没那么长，容易感情用事。从手相分析是先苦后甜，晚年发财的命。当然，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可以看看以下的手相案例，说不定会更加好理解哦。第一个，长后指短，偏土长，土人有点是勤劳稳重，传统顾家，缺点是做事放不开手脚，容易瞻前顾后。从这脑线和生命线粘贴长也看出，
偏保守谨慎。长秋来看，食指巽宫财位，有点拉胯，没有跟上整个手掌的厚重，反而是平薄见杂纹，财运一般。本职工作亦动荡起伏，不过小指水星丘见钱财数纹，偏财倒是有些，但不长久。纹路看，主线横纹干扰多，人生运势阻碍多，时起时伏。生命线初期见锁链。早年家庭环境一般，难享祖荫庇护，个人依赖性也稍强。20岁左右的横纹代表学业受限，脑线脱离生命线后变得干净深刻，说明随着经验的积累，能力越来越强，人生目标也越来越清晰。中年阶段的横纹跨过了生命线和脑线，人生早年基础没打牢，人生起点不高，容易走偏门，不长久，造成中年阻碍多，困难重重，这样财运难旺起来的原因。感情方面倒无大碍，感情线清晰少杂纹，是个传统顾家的人，这也符合土长人的特征。第二个，掌面白净，纹路细绣，能享清闲。手型来看是典型的土长，土人稳重可靠，勤劳传统。长秋来看，食指巽宫财位饱满，井字纹未成型，财运旺，但是财不稳，养一养。井字纹成型了，财运才能稳。三大主线来看，脑线最为清晰深刻，头脑聪明，心态稳定，有主见和定力，看一个的发展是否长久稳定。脑线非常重要，女主脑线就不错，心理素质很强，面对重大场面不怯场，能抓住机会，领悟能力强，学东西很快，举一反三，学业不错，人生起点不低。相对来说，生命线稍显浅淡，体质一般，建议增强平衡脑力和体力，人生路才能行得稳。生命线和脑线分离处模糊，初入社会的时候有些迷茫，体质欠佳，加上感情线下方见三角纹干扰，情路有些坎坷。24岁左右有过犯情伤的经历，从影响线刺破事业线也可看出，有一段投入很深感情，最终没能走在一起。脑线来看，心态没有受太大影响，整体还是偏理性的人。第三个，中指是代表自己，相当于面相中的鼻，是君位，一旦出现歪斜，易误入歧途走偏门，加上中指食指间漏大缝，更是破败之象。现代社会骗术很多，防不胜防，有些人内心定力不强，爱贪便宜，所谓免费的东西是最贵的。原主指缝这么大，易上当受骗而漏财，而且漏得不小。加上感情线尾端入指缝，因情而漏财的事情也会发生，注意防范。好在原主脑线和生命线粘贴长，本性偏保守谨慎，能守住些财，否则更是钱财耗尽，人生苦不堪言。30岁之后变得更加稳重谨慎。从纹路看，脑线明显强于生命线，是个爱动脑、非常聪明的人，一点就通，也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但是生命线偏弱，说明体质不强，不太爱锻炼和运动的人，建议增强体质，脑力和体力平衡，才能提升运势，事业也会更加稳定长久。感情线深刻有弧度，特别是尾端陡然上翘，弧度太过陡峭，喜欢刺激有活力亲密关系，不喜欢从朋友慢慢做起，迅速升温似乎更符合他的想法。桃花虽旺，但大多是短暂关系，难稳定。手相中，纹理对人的吉凶起着很大的作用。纹理固然重要，出现吉祥的符号，则会锦上添花。一般情况，不论男女，容易财运好，有权威，运势上扬。第一，鱼形纹，智慧线与生命线之间有一条斜线相连，构成一鱼形纹。鱼纹像一条在水中游泳的样子，有的则像被挂起来的一条鱼一样倒立鱼形。一，手相3线伸长，事业线直上，智慧线弓字形有力，感情线尾端进入食指与中指之间，代表一生运势强盛，易与大贵人相符。巽宫出现井子纹，一生财运不错。实际命主26岁就为官员，
至今位居权贵之别，春风得意。有这种余文手相的人，一般容易得以美貌、高贵、有钱女性为老婆，并且夫妻之间情感和睦。有时老婆为其在事业上或者仕途中给予很大帮助，成就于他的官运、财运。1979年南通手相运势，感情线外侧出现鱼形纹，一生富贵加身，钱财不断。第二，方形纹，此纹不光可以当作财库，而且还可以起到逢凶化吉、得遇贵人的作用。方形纹、口字纹，做事坦荡而周密，经过拼搏，可成为各行领域的精英。此外，这也是一种财运旺盛的表现，其人聚财能力很强，非常善于理财。事业线伸长，从根部延伸直上，与智慧线相交，至智慧线交汇处出现方形纹，事业会有很大的发展，事业相对稳定，财运不错。23岁、28岁、32岁都是相，前面19岁、23岁已经得到验证，对转吉的流年，35岁后锦上添花。实际28岁转吉，32岁自营企业，资产千万，38岁又投资前景好的企业，目前效益一直不错，可谓日进斗金。眉首五指，指头内侧红润之色明显，钱财不断，运势正佳，可谓鸿运当头。有这种手纹的人，可以娶一个高贵有钱的妻子，作为他的一个垫脚石，也可以成为他的一个辅助，让他去达成他的官运、财运。如果三大线伸长，命运线直上，八卦丰隆，则权贵有望。除此之外，今天我们还将深入解读一位朋友的手相，揭示其中蕴含的先苦后甜、晚年厚积薄发的神秘密码。让我们一起走进掌纹的世界吧。第一章，初期波折，命运的蛛丝马迹。在这双手掌中，天文明显冲克财宫，预示着初期的财运不够稳定，工作和事业会经历一系列波折，尤其在27、28岁前。然而，主纹路伸长清晰，展现出强大的能力和高素质，为30岁左右迎来的运势和事业的腾飞埋下伏笔。第二章，女性手相的事业高升与财富秘籍。对于女性而言，手相轮廓至关重要。事业线清晰，青云直上，预示着一生事业没有太大的阻碍，能够步步高升。而带有元宝纹的手相更是财富秘籍，结婚后将迎来家运的繁荣。第三章，巽宫的女人，福禄永久的手相之谜。女性手相中的巽宫，要求饱满红润、高凸，是福气多的象征。这样的女人10之8九都容易得到贵人相助，而结婚后更有望拥有旺夫旺家的命运。在这里，我们揭秘自身八字财运未到时的差异，等好运来临时将会一飞冲天。第四章，土行长的坚实与固执。标准的土行长代表着厚重、踏实、稳重，但有时也会显得有些固执。悟性稍弱，事业发展较为缓慢，但通过外出闯荡，他有望拓展事业领域，赢得事业的辉煌。人文中的倒纹纹路预示着出运不利，27、28岁前的发展并不理想，穿纹的不利也影响了情缘。第五章，夫子眼与十字纹路的幸运结合。右手出现夫子眼，是福气多的象征，结婚后更能相夫教子。感情线与智慧线相交形成十字纹路，代表一生运气不差，通过聪明才智能够获取财运，但也意味着要为很多事情亲力亲为。第六章，事业线的显现与生命线的交汇。初期的波折导致早年运气起伏不定，30岁之前钱财难聚。然而，行至明堂处事业线清晰，35岁后事业财运将变得非常稳定。生命线伸长，表示身体状况较好，虽然童年运气不佳，
但中年开始交好运。第7章，先苦后甜，晚年发财的首相命运。下面的这位女士首相福气很不错的，不论是从手掌的外形来看，还是从手掌的纹路来看，都是福泽深厚之人。女士的感情线很漂亮，前段走势清晰，后端分出3大支线，长短一致，3个大叉一样大小，这在手相学上称为凤尾纹，很稀少。命格富贵双全，有福也有财，尤其是感情线末端代表婚姻，此处凤尾纹出现，表示女士婚后财富兼收，科等着要享清福。从你的手相流年上看，年轻时可能会辛苦一点，大贵之年在于45岁以后到来。手上事业线分别与智慧线和感情线相交，形成明显清晰的 M 字纹，说明你有做大事业的运势和基础，代表着有很强的聚财能力，生活中收入高，很容易存着钱，以后会是一个有权势的人，因为有权势，所以慢慢的会让自己变得很富有。凭借自己敢闯荡的精神，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未来的婚姻状况非常好，会遇到一个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另一半，家庭和睦，子女孝顺，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手相中的3条主线并不尽如人意，这些纹路如何影响着他的命运，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玄机呢？让我们一同探寻手相背后的神秘力量。手相中的感情线宛如人生之舟的波折航线，道纹的分叉暗示着主人公的感情之路颇为曲折，婚姻线的异常长度又预示着什么样的命运？故事的情节渐渐展开，让我们一起探寻感情的复杂纠葛。在这段星象故事中，烂桃花绽放的很多，象征着多次的恋爱经历。然而，这并非一帆风顺，主人公在恋爱期间屡遇不顺，近2年更是未能寻得正缘，情伤交织，使得他对感情充满了深深的体悟。如何在情感波澜中保持情绪的稳定？让我们继续听下去。财运的故事总是让人充满期待。在这个星象中，主人公的财运在中年之后逐渐逆袭，贵人相助，金星虽短却带着强大的力量。然而，思绪打死结，变通不足，导致他在决策时容易陷入自己的死结中。命运的变迁，财富的积累，究竟是怎样的一番故事呢？我们谁也不清楚，不过我倒是建议在做事之前要先研究，等了解状况再做决定，免得陷入自己的死结中。最后，我们要分享的是关于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任谁都想将其存住，不要流走。但假如自己天生有就漏财命的话，又如何来化解呢？下面教大家几种方法，希望对您有所帮助。第1章，漏财纹的诅咒。天生漏财命的人，自己辛苦赚来的钱总是不经意间溜走，这让人倍感焦虑。漏财纹就像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个看似无法逾越的财运障碍呢？第2章，戴戒指的神奇力量。在漏财纹的情况下，可以尝试戴戒指这一古老而神奇的方法。通过在食指或中指上佩戴金的或玉制的戒指，或许能够减少漏财的几率。让我们一起揭开这枚戒指背后的神秘面纱。第3章，财富的破口封堵。在当今中国，房地产的猛涨使得不动产成为保存财富的一种有效方式。即便手头的现金花出去了，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也许是转运财富的一大法宝。我们将揭示这种不动产的神奇之处，为您解锁财富的新纪元。第4章，托付他人，财富保平安。对于漏财命的人而言，手头不宜拥有太多现金，这时我们可以将财富交由他人保管，无论是交由配偶、父母，还是寻求专业的理财公司帮助，都是避免漏财的一种明智之举。
让我们一起探寻这种托付他人的奇妙之处。总之，手相是一本记录命运的书，每一道线路都是一段命运的故事。这双手揭示了一个人的先苦后甜，晚年厚积薄发的命运密码。如果你对手相学感兴趣，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同时也请点赞、分享，让更多人一同了解这神秘的掌中世界。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